各位朋友，尤其是坐在屏幕前年过50、60，甚至40多岁的中老年男性朋友们，今天这堂课我不讲虚的，不跟你们在那边绕弯子。我们要聊一个男人心里头最痛、最尴尬，却又最不敢往外说的秘密——前列腺。你们有没有过这种经验？跟老朋友聚餐，或者是过年过节一家人团聚，大家都还在推杯换盏，聊得正开心，你却坐在那里如坐针毡，屁股下面像长了钉子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想尿尿，每隔20分钟你就得往厕所跑一趟，你不去也不行，憋不住，去了吧？又怕别人看出来，怕别人笑话你肾虚，到了厕所那就更惨了，拉链拉开，站在小便池前，旁边的小年轻哗啦啦像是消防栓放水一样，强劲有力，3秒钟解决，吹着口哨走人。你呢？你站在那里像个快断气的水龙头，憋红了脸，气沉丹田，半天出不来。好，不容易挤出来一点点，滴答滴答，断断续续，软弱无力。那个尿线细得跟棉线一样，风一吹就断。最要命的是什么？是你以为你尿完了，结果刚穿上裤子，哎呦，又漏了几滴在鞋面上，湿了一块在内裤上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尿不尽、尿等待、尿无力、尿失禁。这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痛苦，这更是对男人尊严的凌迟。回家面对老婆，你交不出公粮，甚至分房睡；出门面对朋友，你不敢喝水，不敢坐长途车，你的自信就这样一滴一滴的漏光了。这时候，如果你去医院，西医会告诉你什么？他们会拿那个冰冷的仪器在你身上一顿照，然后告诉你这叫前列腺肥大，这叫慢性前列腺炎。然后呢，3板斧，第一，给你开甲型阻断剂，松弛你的肌肉，让你尿得顺一点，但那是治标不治本，而且副作用让你头晕低血压。第二，给你开抗生素，哪怕你根本查不出细菌，他也说你是无菌性炎症，让你吃药吃到肠胃全坏，阳气全无。第三，也是最狠的，拿着手术刀告诉你，老先生，切了吧，切了就没事了。但是我今天必须告诉各位一个惊天的大秘密，一个西医绝对不会告诉你的真相。很多时候你的前列腺根本就没有坏，它没有细菌，它也没有发炎，它只是冷了，它只是被你自己那个错误的所谓的健康喝水习惯，被那些寒凉的药物给活活冻住了，给淹死了。今天这篇文章我不跟你们掉书袋，不讲那些晦涩难懂的文言文，我就用最通俗的大白话，结合我几十年的临床案例，用老祖宗《黄帝内经》的智慧来告诉你们：想要保住前列腺，想要重振雄风，你必须掌握这套3合2不要准则。这比你吃多少进口药，比你动多少次手术都管用。这不仅仅是养生，这是保命。这篇文章非常长，因为我要把其中的病理讲透，把西医没讲明白的气话讲透，请务必耐心的看完，每一个字都是为了救你的下半身幸福。先给你们讲个故事，这是我在美国诊所遇到的一个真实案例，听完你们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。有个台湾地区的企业家，我们叫他王董。王董今年65岁，那是真正的商业巨鳄，身价上亿。在商场上那是呼风唤雨，走路都带风，手底下管着几千号人。但是他第一次走进我诊室的时候，我是什么感觉？我看他缩头缩脑，满脸的灰败之气，印堂发黑，毫无生机，也就是我们中医说的失神。他走路2条腿并不拢，姿势很怪异。他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深色的塑料袋，你知道那个塑料袋里装的是什么吗？是成人纸尿裤。各位想一想，一个身价上亿的大老板出门谈生意，坐着豪车，西装革履，下面竟然要穿纸尿裤，这对一个男人的自尊心是多大的毁灭性打击。王董一见到我，那个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。他说：“倪大师，我真的受够了。西医说我前列腺肥大 ，PSA 指数高到了10，怀疑有癌变的可能，要把我那里切了。可是我才65岁啊，我还有那个需求，我怕切了之后变成太监，甚至连小便都控制不住，终身挂个尿袋，我不想后半辈子就这样废了。”我看了一下他的病历，好家伙，这几年他吃的药加起来估计能装满一辆卡车，什么哈勒，什么保列治，甚至还吃了很多所谓的补肾壮阳保健品，什么玛卡，什么路边。结果呢，越吃越严重。最开始是尿频，后来是尿不出来，到现在括约肌已经彻底失灵了，开始漏尿，晚上睡觉起来7、8次，根本没法睡，整个人精神濒临崩溃。他说他有时候站在自家豪宅的阳台上，真想跳下去，一了百了。我没急着给他把脉，我只问了他一个问题：王董，你平常喝水怎么喝？你的饮食习惯是什么？
王董一听，立马来了精神，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，挺起胸膛说：“倪大师，这一点我可是非常自律。我看网上的专家还有西医都说，男人要多喝水才能排毒，才能冲刷前列腺，预防结石。所以我每天严格规定自己要喝3000cc 的水，而且我都喝最好的进口冰川矿泉水，还要加冰块，觉得那样才爽口，才解渴。我觉得我身体里有火，喝冰的才舒服。”听完这话，我当场就想拿把扇子敲他的头。我说：“王董啊，你这哪是在养生，你这是在自杀。你这条命，你这个前列腺就是被这3000cc 的冰水给害死的。你根本不是有火，你是真寒假热，你那是虚火。”各位听众，你们听到了吗？这是现代人最大的误区。很多人以为前列腺发炎、肥大就是要多喝水去冲洗它，错，大错特错。为了让大家听懂为什么多喝水和喝冰水是前列腺的杀手，我必须给你们讲讲中医的气化论，这是《黄帝内经》的核心，也是西医怎么研究都搞不懂的地方。中医讲究的是气化。什么叫气化？你可以把你的身体，尤其是你的下焦、小腹部，想象成一个烧水的锅炉，膀胱就是那个装水的锅，小肠与肾脏就是锅底下的火。西医解剖学看到小肠，说它是消化吸收营养的；看到肾脏，说它是过滤血液的。但在中医里，小肠是火脏，心与小肠相表里，心脏产生的巨大的热能必须移交给小肠，所以正常人的小腹摸上去应该是温热的，而肾脏虽然属水，但其中蕴含着命门之火，这就是肾阳。正常情况下，下面的火，小肠火、肾阳要够旺。当你喝进去的水经过胃的传输到了膀胱，这时候底下的火一烧，发生了什么？初中物理学告诉我们，水受热会变成蒸汽，这个蒸汽才是真气，才是我们要的气。滋养这个蒸汽会腾空而起，沿着督脉上升，充满全身，滋润你的脏腑，滋润你的脑髓，滋润你的皮肤，让你红光满面，口舌生津。排泄，水变成气跑掉了，剩下的那些渣子，那些高浓度的废水，因为气压的作用，才能有力的排出体外，这就叫气化则能出矣。所以正常的尿尿是用气把它压出来的，是蒸汽机的工作原理。现在你倒好，王董每天往下浇灌3000cc 的冰水，这就好比往一个烧得红彤彤的锅炉底下猛地倒进一桶冰水，结果是什么？火灭了，你的小肠火被浇灭了，你的小腹变冷了。你摸摸你的肚子，如果是冰凉的，那你就危险了，气化停止了。火一灭，水变不成蒸汽，它就是冷水、死水。这些死水积在你的膀胱里，积在你的下焦，你的前列腺在哪里？就在膀胱出口这里，像个阀门一样套在尿道上。它天天泡在这些冰冷的死水里，周围的血管因为寒冷而收缩，痉挛为了保护自己，为了在寒冷中维持功能，组织会发生什么变化？它会增生，它会变厚，就像你的手。冬天冻久了会生冻疮，会肿起来。前列腺肥大其实就是前列腺的冻疮。西医看，哎呀，组织增生了，肥大了，切掉。他不知道那是果，不是因，因是寒，因是湿。你不去排寒，不去生火，光去切那个肉，切完了，寒气还在，水还在，过几年它还得长，甚至长成癌症。王董听得目瞪口呆，他说：“可是专家都说要多喝水排毒啊。”我说：“王董。”水是生命之源，但那是对健康人说的。对于一个阳气不足、气化功能失常的人来说，多余的水就是毒，这叫水毒。当你的锅炉不烧的时候，你灌越多的水，积水就越严重。这些积水去哪里？渗透到前列腺，让它更肿；渗透到腿部，造成下肢水肿；渗透到皮肤下，让你眼袋浮肿，甚至向上泛滥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老人会有眩晕症，因为水气上冲头部，水气零星。你现在下面是一潭死水，你还要往里灌水，这就叫以水济水，这是在杀人。后来我怎么治好王董呢？很简单，我把他的那一车药全停了，我让他把那3000cc 的冰水立刻停掉，严格执行我的3喝2不要，配合经方，主要是真武汤温阳利水，五苓散气化行水，这类排寒湿的方子，再加减一些桂枝、白芍来调和阴阳，2个礼拜。各位。就2个礼拜，王董再来找我时，纸尿裤扔了，脸色从灰黑变成了红润。他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说：“倪大师，太神了！我现在晚上只起来一次尿尿，那个力度感觉回到了40岁，而且我感觉身体热乎乎的，以前手脚冰凉的毛病也没了。
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方向错了，你越努力死得越快。现在我要把这套价值连城的喝水心法传授给你们，请务必把这几条准则刻在脑子里，绝对不要喝冰水冷饮这一点。我强调过无数次，但在台湾，在现代社会真的很难做到。满街都是手摇饮，便利店全是冰啤酒、冰可乐。很多男人觉得自己壮，夏天打完球或者吃火锅、吃热炒的时候，一口气灌下一瓶冰啤酒，那个字爽。但是你不知道，你的身体内部正在经历一场浩劫。冰水对男人的伤害是毁灭性的，伤心。中医讲，舌为心之苗，冰水入口，寒气直逼心脏。为了对抗这股寒气，心脏必须疯狂工作，产生更多的热量。长期喝冰水，心脏负荷极大，容易导致心律不齐、心肌肥大、灭火。就像我刚才说的，直接浇灭小肠火和肾阳。没有了阳气，你就没有了性能力，没有了气化能力，凝血。寒煮收饮，冰水一下去，全身血管收缩，前列腺周围伪循环本来就差，这一收缩，淤血就更严重了。淤血不去，心血不生，那你就变成了一个垃圾场，制造阴实所有的肿瘤。癌症中医都叫阴实。什么叫阴实？就是里面是实心的冰冷的硬块。冰水就是制造阴实最好的原料。所以各位阿伯大哥想保住前列腺，想远离前列腺癌，第一件事戒冰，连凉白开都不要喝，要喝就喝温的，哪怕是夏天也要喝温水。这不是在跟你商量，这是命令，这是保命的底线。绝对不要盲目大量喝水，不要为了喝水而喝水。现在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，每天要喝8杯水，每天要喝2500cc， 这种一刀切的机械论说法害人不浅。为什么？因为每个人代谢水的能力是不同的。一个在工地干活大汗淋漓的小伙子喝3000cc 没问题，因为他能排掉。你一个坐在办公室吹空调，或者是退休在家看电视的中老年人，本来就不出汗，你的肾脏功能已经衰退了，你还给他灌大量的水，他处理不过来，怎么办？西医的利尿剂逻辑 vs 中医的气化逻辑。西医说多喝水多排尿，冲刷细菌，但对于非细菌性的前列腺肥大，频繁的排尿，尿频本身就是对前列腺的一种机械性磨损和充血刺激。你每次想尿，膀胱逼尿肌收缩，前列腺充血，你一天尿20次，它就充血20次，它怎么可能消肿？它只会越来越肿。怎么判断自己该喝多少水？很简单，8个字：不渴不喝，渴了再喝。喝必温饮，你的身体比专家聪明。你缺水了，细胞脱水了，大脑自然会发出口渴的信号，口渴中枢。你不口渴，说明你体内的水分是够的，或者说你体内积存的湿气已经够多了，不需要再加水了。尤其是晚上8点以后，尽量少喝水，甚至不喝水。很多老人家晚上起夜5、6次，结果晚饭还在那里喝汤、喝稀饭、喝茶，这不是自找罪受吗？你把晚上的水戒了，你会发现夜尿次数立刻减少一半，3喝，这样喝水才是最好的补药。讲完了不能做的，现在讲该怎么做。喝水也是有技术含量的。第一，喝阳气水、温热水。什么叫阳气水？就是温热的水，不要小看这一杯热水。中医讲，水进到身体里必须要经过气化才能被细胞利用。冷水进肚，身体要消耗能量去热它；热水进肚本身就带有热能，身体不需要消耗太多的阳气去加热它，很容易就能把它气化。这种气化后的水才能真正进入细胞，滋润你的前列腺，带走代谢废物。这里有个晨起1杯水的小秘诀，早晨起床第1杯水至关重要。经过1晚上的睡眠，血液粘稠，前列腺也处于充血状态，晨勃或憋尿导致的。这时候喝1杯300减400cc 的温开水，大约40到50度。这杯水有什么用？唤醒阳气，就像太阳出来了，驱散了清晨的雾气，冲刷下焦，帮助宿尿排出，减轻前列腺的压力，通便。很多前列腺不好的男人都有便秘的问题。直肠和前列腺是邻居，中间就隔着一层薄薄的膜。大便干燥堆在直肠里，会直接挤压前列腺，让它血液循环不畅。温水能刺激肠道蠕动，大便通了，前列腺就轻松了。第二，喝小口慢饮品茶法。你看那些做粗活的年轻人，或者刚打完球的人，拿起水瓢咕咚咕咚灌下去，那叫牛饮。老年人前列腺不好的人绝对不能这样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大口快速喝水时，水流速度快，直接冲击胃壁，引发胃肠反射。
水迅速进入小肠，迅速吸收入血，这会导致血容量瞬间增加，加重心脏和肾脏的负担。对于前列腺来说，快速大量的水分进入膀胱，会导致膀胱迅速充盈。而前列腺肥大的病人，膀胱逼尿肌本来就敏感，甚至受损。这种突如其来的压力会诱发强烈的尿意，但当你跑到厕所，又因为括约肌紧张痉挛尿不出来，这种想尿又尿不出的极度憋胀感，最伤前列腺，甚至会诱发急性尿也流，把你送进急诊室插尿管。正确做法，把水含在嘴里，甚至可以漱口一下，让它跟唾液、津津玉液混合。唾液里含有天然的酶，是最好的消化液。然后慢慢吞下去，一口一口的喝，这样喝下去的水能更好的被身体吸收利用，而不是变成穿肠而过的废水，这叫润物细无声。第三，喝利水之茶，药食同源。对于前列腺有问题，特别是伴有小便刺痛、尿黄湿热重的朋友，白开水可能不够，我们可以在水里加一点料，让它变成药。我不叫你们去买贵的要死的保健品，菜市场就能解决。玉米须水龙须茶，你去买玉米，把那个须留下来，不要扔，那在中医里叫龙须。做法：抓一把干的或鲜的玉米须，煮水10到15分钟，代茶饮。作用：利尿、消肿、泻热、平肝。适用人群：那些小便黄、短次、尿道灼热、有刺痛感的人。玉米须水就是神仙水，它能帮你把下焦的湿热通过尿液排出去，而且它很温和，不伤正气，还是降血糖的好手。2. 冬瓜皮水，吃冬瓜别削皮，皮上的白霜是宝贝。做法：冬瓜皮切下来，洗干净，煮水喝。作用：专去下半身的湿气。适用人群：前列腺肥大往往伴随着阴囊潮湿，大腿根部黏糊糊的，喝冬瓜皮水能让下面变得干爽。3. 姜枣、桂林隐士，如果你是那种特别怕冷、手脚冰凉、面色苍白、晚上夜尿特别多、1晚5次以上的寒性体质，这说明你不是湿热，你是寒湿。配方：生姜3片，红枣5枚掰开，肉桂粉1小勺或肉桂棒，茯苓10克，罗吉、生姜加红枣，补中焦脾胃，恢复原动力。肉桂补火助阳，引火归元，这就是把锅底的火点着。茯苓淡渗利湿，这就是把锅盖上的水汽收掉。这其实就是千古名方五苓散加减的思路。喝下去，你会感觉到一股暖流直达小腹，尿量会增多，但尿的次数会减少，这就对路了。讲完了富豪王董，我再讲个普通人的故事。老陈68岁，开了一辈子出租车和长途货车，他的职业病就是憋尿，因为找厕所不方便，或者为了赶路有尿意了就憋着。憋尿有什么危害？物理压迫膀胱过度充盈，压迫前列腺，毒素回流。尿液里的毒素长时间停留在膀胱，甚至逆流进入前列腺管，引发化学性炎症，气机郁结。中医讲气化，憋尿就是人为的阻断气机。老陈来找我的时候，前列腺钙化，硬得像石头一样。西医说没救了，只能插尿管。老陈死活不肯插，说插了那个就不算男人了。对于这种硬化、钙化的老顽固，光喝水不够，必须配合外功。我教了他一套回春术这套动作，不用花钱，随时随地都能做。1. 提肛术搓骨道，启动生命之门。老陈每天做300次，3个月后，钙化点虽然还在，那个很难完全消掉，但他尿通了，不需要插尿管了。他说感觉屁股那里有热气在流动。为什么这个动作管用？中医原理，会阴血、肛门和生殖器之间是任脉、阴脉之海和督脉、阳脉之海的交汇点。提肛运动能直接按摩会阴穴，像泵一样启动任督二脉的气血循环，气血通了，淤血就散了。西医原理，这锻炼了盆底肌肉群，这些肌肉强壮了，对前列腺的支撑力就强了，控尿能力自然就强了，改善尿失禁效果立竿见影。具体做法：吸气，慢慢吸气，舌抵上颌，舌头顶住上牙膛，同时用力收缩肛门，就像你忍大便、憋大便的感觉，并且用意念想象，把这股气从肛门沿着脊椎、督脉往上提，一直提到头顶百会穴，闭气保持收缩状态，停顿3到5秒钟，呼气，全身放松，将肛门松开，意念引气下行，回到丹田。频率每天早晚各做50下，或者像老陈一样碎片时间随时做。2. 站桩马步，
强肾固本，除了提肛，我还建议大家练习站桩，不需要很专业的马步，就是为屈膝站立，双脚与肩同宽，膝盖微弯，不要超过脚尖，背挺直，全身放松，就这样站着，静静的站10到15分钟。原理足少阴肾经起于脚底涌泉穴，站桩能让气血下行，充盈肾经。当你站到腿发抖、发热的时候，那就是肾气发动了，腿脚有力了，下焦火旺了，前列腺的问题自然就解了。人老腿先老，腿壮肾才好。除了喝水和运动，吃什么也很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不吃什么。在中医眼里，有些所谓的营养品其实是前列腺的毒药。严禁牛奶与奶制品，我又要得罪人了。但我必须说，牛奶是给牛喝的，不是给人喝的。牛奶属于寒湿之物，而且现在的牛奶里含有大量的激素和抗生素残留。前列腺肥大、肿瘤，很多都是因为摄入过多的动物性雌激素和生长激素。你天天喝牛奶，就是在给前列腺里的细胞喂生长激素，它能不长吗？想补钙，喝豆浆、吃黑芝麻、喝骨头汤，比牛奶强100倍。严禁白糖与精致甜食生湿。你吃一块蛋糕，喝一杯奶茶，身体里就产生一堆湿粘的垃圾。这些湿气最喜欢往下走，积聚在下焦，让你的前列腺更加潮湿肿胀。而且糖分会滋养细菌，如果你有细菌性前列腺炎，吃糖就是给细菌送军粮。多吃什么？南瓜子，含有丰富的锌，对前列腺有保护作用。番茄煮熟了，番茄红素利于前列腺，但一定要煮熟，加点油，生吃没用，生吃是寒凉的。羊肉或者韭菜，温补肾阳，冬天适当吃，生火驱寒。讲了这么多生理，最后我要讲讲心理。很多前列腺出问题的男人，心里都藏着事。中医认为，前列腺的问题不仅仅是肾的问题，更是肝的问题。足厥阴肝经是绕着生殖器走的，绕阴气，肝主疏泄，主情志。如果你整天郁郁寡欢，生意压力大，或者是退休后找不到价值感，这种情志不舒会导致肝气郁结，气堵住了，血就流不动。肝经一旦堵塞，三角水到前列腺区域就会不通，气不顺，水就不行。所以我常跟病人说，治前列腺先治心，心胸要开阔，别跟老婆生气，别跟孩子计较，别跟社会过不去，凡事看开一点，你连尿都能憋住，还有什么事是憋不住的？反过来，把心放宽，尿也就宽了。对于那些性格特别纠结、敏感的患者，我有时候会开四逆散或者柴胡疏肝散来帮他疏肝理气。气顺了，心情好了，你会发现尿也顺畅了，这叫身心同治。各位朋友，这篇长文我把中医治疗前列腺的家底都掏给你们了。我们来最后回顾一下今天的重点，这叫一式互鉴大法，请务必截图保存，观念大逆转。前列腺问题多为本虚标实，寒湿是因，肥大是果，别再盲目消炎切除，那是掩耳盗铃。不要打死不喝冰水，不盲目大量灌水，特别是晚上。喝晨起喝温开水唤醒阳气，日常小口慢饮，对症喝玉米须或冬瓜皮水祛湿。外功配合，每天坚持提肛3000下，站桩15分钟，启动任督二脉，强壮盆底，饮食排雷，戒掉牛奶和甜食，多吃温阳食物，情志疏导，开心一点，肝气顺了，水道自通。尤其是50岁以上的兄弟们，身体是个精密的仪器，它用了几十年，零件磨损是正常的。我们不能指望它像18岁那样生龙活虎，但我们可以通过正确的保养，让它运转得更顺畅，让我们的晚年生活更有尊严。不要等到挂着尿袋、穿着纸尿裤的时候才后悔莫及，不要等到医生拿着手术刀逼你签字的时候才想起医师今天说的话。你是你自己身体的主人，不是医生的奴隶，更不是药厂的提款机。从今天开始，把手里的冰啤酒换成温开水，把大口牛饮换成细细品味，把坐着发呆换成提肛站桩。这不仅是对前列腺的爱护，更是对自己下半生幸福的负责，是对家庭责任的担当。如果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，不仅让你听懂了，还让你看到了希望，请你动动手指，点个赞，转发给你的老朋友、老同学，转发到你的家族群里。特别是那些还在傻傻喝冰水，或者被前列腺问题折磨得睡不好觉、不敢出门的朋友，你的这一个转发，可能就救了他的急，解了他的难，甚至救了他的一命。我们下次再见，继续聊聊那些让你听得懂、用得上的中医智慧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
祝福大家水到通畅，一身轻松，阳气满满。如果你觉得今天影片讲的内容对你有一点点的启发，请不要吝啬你的赞，用力的按下去，并且把它分享给你最关心、最在乎的家人和朋友。你这个简单的动作，可能就在无形之中提醒了他一个重要的健康警讯，这就是功德一件。我们下期见。